下关于建构的一些理论要点啊。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这里提前给大家做了一下这个整理，大家来看。第一个，什么是建构？什么是建构？建构它不是说针对于用某一种胶去做某一种款式，不像咱们做晕染呀，或者说做渐变，它是某一种款式。建构只是一个可以说是形容词，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名词啊。比如说做建构的时候，我们平常可以用底胶的时候可以适当做建构，用加固胶可以做，铺色胶的时候也可以适当找平建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按照标准来说，我们用的是一定的胶，用到什么胶呢？会用到建构胶。一般来说，更推荐大家去选用一些罐装的流平胶或者建构胶啊。罐装流平建构是因为我们都会配合这个光疗笔或者其他的小笔去进行操作，就是建构胶和流平胶是我们优先去选择的。第三个都可以，建构、流平、光疗胶都是可以用来做本甲建构的。再回过来看，那用这些胶怎么去做？其实建构很简单啊，把建构简单理解为塑形就可以，就是从一个扁平甲，比如说指甲很扁平，通过我们做建构给它找出应该有的弧度，那这个弧度既然是一个有一个小弧线，咱不说这个弧度有多大，它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做建构呢，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说在填埋堆高点，去找它的一个高点的位置，然后再配合其他整甲的一个光滑度去进行啊。这个高点叫的是啥呢？看这里，高点即支撑点，也叫做咱们的受力点。为什么高点必须在中间，或者说必须在什么地方？它实际上是给我们整甲做一个支撑去用的啊。这是我们这个小建构的简单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建构呢？做建构其实分为前建构和后建构。其实整个的作用，第一个视觉收窄。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扁平甲，通过做建构给它收成一个比较显瘦的甲型。比如说是这个意思啊，我随便拿张纸举个例子，本来指甲是扁平甲，对吧？是一个扁平的，但是通过我们去堆埋高点之后，慢慢这个弧度高点高出来了，那感觉上好像把高点一突出，两边就会往里去收。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理解中的视觉显瘦，从一个平面变成了一个有弧度的面，那么就会整个让指甲显得更瘦一些啊。另外，会视觉收窄以外，还会针对一些问题甲，可以给它往里去加瘦。一会儿会讲，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用，是视觉收窄。第二个呢是本甲加固。大家只要听到本甲加固，或者说你想要做本甲加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去做建构的，而且要怎么样去做前建构。要做本甲建构的话，一定要做前建构。很多同学问老师，我到底是在色胶之后做建构，还是在封层之后啊，在底胶之后做建构？这个我一会儿会讲。然后，但是只要是跟本甲加固有关的，我想要加固我自己的指甲，我想要改善我的问题甲，那么一定是做前建构啊。好，第三个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保护本甲。我这里这看第一个字啊，打磨后，这是打磨后啊，也就是说我们本甲甲面在打磨掉之后，在底胶之后。去进行铺胶建构，这是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做完都是可以保留一层残的。什么叫做一层残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再去操作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做了一个款，然后我不想要了，下次我长了1个月，我想换款了，好了，那么会不会长出去一块，对吧？那长出去一块，那把前面我们的色胶、我们的款式卸掉之后，保留到哪儿呢？你底胶后的这一层。这个建构层保留到建构层，那么这就叫做我们传统意义名字上说的这个保留一层残啊，叫做保留一层残。只要大家以后听到我说保留一层残了没，或者说有没有保留一层残啊，你应该保留一层残，这个意思基本上就是说。甭管你是在就是在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胶，只要保留到这一层就叫做保留一层残，好吧？保留一层残。然后来，这是我们做这个建构的目的啊，做建构的目的。还有第4个最关键性的目的，就是可以改善问题甲。美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涂个颜色啊，配好看就行。然后如果说我们比如说遇到一些指甲是这种扇形的啊，比较宽大的指甲，那很多同学涂色呢。咱是不是要留安全距离？它两边会留很多，后缘留的还窄。那到两边为了不显瘦它本甲的甲型，会故意把中间涂上色，然后周围那么这个位置能看到吧？透明这个没有涂的地方去留着一块，留宽一点，视觉上会显瘦，但是这个不能改变掉根本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种做建构、做前建构也好，就只要做建构，我们是可以改善掉这种问题甲型的。而且让它自己的本甲会越长越好看，好吧？所以说正常来说，我们做护课，平常涂色我们收费如果低可以没有，但是建构一定是要单独去收费的，而且这个收费的话，咱家几千名学员里面最低的在50起步啊，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平常做极致单色。
对吧？大家都知道，有些单色真漂亮，整甲弧度也好看，对不对？极致单色一定会用到这个建构，一定会用到这个建构。日常经常容易指甲脱落的，就是容易断裂的，或者说指甲不牢固的，也可以用到这个，也可以会用到这一层建构层啊。改善纹铁甲嘛，一会儿再跟大家去细细去说。所以说做建构的目的很多很好，而且很推荐所有的美甲师。推荐你的顾客，让他们去做这个建构，去做建构，然后不是说为了多收米，而是真正能从根本上改变掉它的问题甲。除了这种扇形甲以外，还有那种小短甲啊，小短甲，通过一次次建构，保留它本甲这种保软的状态，保留它本甲的一个状态，然后下次再做，越做指甲会越来越修长啊。然后还有一些针对保软指甲的，每次卸指甲卸得很薄很疼，很容易断啊，很容易开边起翘。那像这种的做完建构也会更加结实一点，好吧？那建构到底用什么胶呢？刚刚有简单讲过啊，建构、流平、加固、光疗都可以。但是加固胶呢，我就是像那种瓶装的加固胶，不是有瓶装的流平加固胶吗？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选好胶，因为加固胶里面多数的加固来说，它是容易发烫的，甲油胶都有固化热的反应，对吧？照灯会固化热，固化热会感受到轻微的这个热量的感觉。但是如果用加固胶再去做建构，因为甲面可能会铺胶比较厚，那么它的发烫感觉就跟烫手放进去立马就烫手抽出来了。所以用加固胶呢，一个容易发烫，第二个容易有气泡。就是这种瓶装类的，你没办法控制你拿出来的胶是什么样的，所以只能说看运气。如果冬天比较粘稠，抽出来的这个胶就会容易有更多的气泡，那做在指甲上也会容易有气泡，好吧？所以说更推荐大家用罐装类的胶去操作是更好的啊，罐装类的胶。那还有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看视频是什么时候，但是现在市面上有一种胶叫做建构底胶，建构底胶它就相当于加固底胶。注意它最后的两个字儿，它叫做底胶啊，它不是建构胶或者流平胶，它是这个系列，它主要是底胶。所以说每一种胶大家之前也都了解过，是不是胶越粘稠的越硬，对吧？那既然是底胶，它只需要把这个底胶做的稍微粘稠一些，比普通底胶、瓶装底胶可能要粘稠一些，但是它还是底胶啊。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用建构底胶去操作，但是更推荐大家是什么呢？想要做建构的时候，一定是在底胶先底胶之后再进行建构啊，再进行建构。好吧，用专门的这个光疗胶、流平胶、建构胶都可以。如果指甲特别薄软的，不想做的特别粘稠的，不想做的特别高的啊，或者说我们不想频繁做的，可以用光疗胶去做。光疗胶的硬度要比其他高，但是其本甲建构这两种胶的硬度也足够了，不需要做非常硬的胶，你们自己选择啊。这是这个。好，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前建构？什么叫做后建构？前建构指的就是打磨完甲面之后涂上底胶，一定是照灯后啊，一定是在照灯之后去进行操作的，也就是说底胶涂完照完灯之后，我们来去做这一层的建构，就是在底胶之后做，这就叫做前建构。前建构的主要作用，第一个保留一层残，也就是刚刚跟大家说过的保留建构层，保留一层残，对吧？那每次把款式卸掉，我不会磨到它的本甲，至少卸有胶的地方不会磨到本甲，就保留一层残啊。第二个，改善问题甲，这里是不是咱也说过了？改善问题甲，比如说扁平甲、扇形甲、还有我们薄软的指甲，还有什么甲面不平整的这种指甲，我们都是可以用来做前建构的，让它做前建构啊。那后建构是什么呢？后建构指的是在款式或者说是色胶之后操作。封层之前写清楚一点啊，一定记得是封层之前去操作。也就是说我款式都做完了，颜色涂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甲面不平整，第二个你的色胶涂的有高有低或者有气泡，或者说感觉这个有深有浅啊，那一般那种问题少，那遇到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好了，我们就知道了，我可以在这一次照完灯之后，在色胶款式之后，我去做一个建构，但是这一层的建构一定要薄，因为已经做了前建构的情况下，甲面本身是一个扁平甲，对吧？甲面本身比较扁平的。结果给它已经做过前建构之后，咱们弧度已经上来了，再加上款式，再加上你再做一层，指甲就跟背个小龟壳似的，很不好看啊。所以说，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你觉得款式有可能需要用到后建构，或者你习惯于做后建构的话，那么前建构在做的时候铺胶就不要太厚了啊。那如果说是要做后建构的情况下，那针对的是什么？要非得做后建构了，那一定记得不要再像做前建构一样铺胶那么多，适当把胶涂的少一点，胶量要少一点，好吧？所以说这一层建构做完，我们擦掉浮胶，然后封层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们用的是硬式免洗封层，就是偏粘稠类的这种建构封层，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
用这种胶去做都可以，好吧？那后建构除了刚刚说过的，针对于甲面不平整的，或者说是色调不涂好的这2个原因以外，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保证颜色的持久度。比如说有些款式做一段时间，我感觉封层没那么亮了，或者用着用着过一段时间我的颜色变色或者发黄或者被磨掉了，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什么？一定记得在封层之前做一层后建构，做一个后建构，这样可以保证颜色的以及款式以及这个整个指甲的持久度啊，防刮痕吧，就这个，好吧？你们就当给自己指甲上贴了个抗化膜啊，就这意思。好，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些基本的理论要点。现在看起来内容点比较多，但是你们一定得把这些注意到啊，一定得注意到。这年头再不会去做这个的话，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努力，去记住的了啊。好，来，我反过来再来看下一个知识点，看看这儿。我画了一些指甲的侧面图和俯视图。先来看，那建构，我们在用胶做的时候，怎么去找它的高点？它的高点应该在哪里？首先看左上角，第一个，我在底下啊，看这个地方，我先给它涂黑，看到没有？用黑色笔涂的这个地方，这是它的本甲。假如说这个人本甲的情况是这样式的，就这个样子的。这个位置微笑线啊，指甲针对指甲比较短的这种本甲，我们做建构的时候，把这绿色的胶就是指的我们铺的建构胶。那本甲去做建构，我要在底下之后去加固本甲，它的这个高点应该在哪里呢？在你整个注意看这个词儿啊，是甲床的1/2处。也就是说，从后缘到指尖，我们连接一条线，在它中间的地方记我们做建构的一个高点。我们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实操过程啊，会教大家怎么去铺胶，怎么去找平，怎么留平，怎么去找弧度，对吧？但是高点一定是在中间地方，针对的是短甲啊，短指甲，短的本甲。你要肉保甲或者什么的，那些都算是。你像我这个指甲，那么高点就应该在这个位置，铺完胶高点就应该在这儿啊。还有一些扁平的，比如我大拇指比较扁平，那么高点铺完就应该在这儿。我的指甲就属于一个短甲了啊，我本来想给大家发个那啥，提前暴露了。来，好了，再来一个关于延长甲，因为建构它不仅仅针对的是本甲，也可能是在半贴之后，或者是浅贴、月牙贴，就是指尖贴甲片的哪一种，或者说在做光疗指托延长，或者做水晶延长的时候，都会用到建构这个手法啊，那建构一个是本甲，那针对延长甲来看，这是它的本甲，能看见吧？本甲，那这个位置我用黑色笔圈了一块，这个就当做咱给它贴了一个半贴甲片。咱先不说侧面甲型怎么样啊，咱就先看它是高点的位置来看。这种贴完半贴之后，或者做完浅贴之后，是一定要给本甲去找平塑形、做弧度、做建构的。那么延长甲它的高点应该在哪里呢？从指甲的后缘开始算，一直到指尖，我们连接一条直线，在直线把这条直线一分为3，也就是说，这个延长甲的高点，注意看，这个是在甲床啊，这是不是写错了？这字甲床，这个呢是在甲面，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指甲做的是这么长还是这么长，只要是你整个甲面的后缘1/3处，好吧，能懂这意思吧？你看这不1、2、3，分成3份嘛？那么这个高点的位置就在这里啊。比如说从最高点，因为就跟一个球一样，一条弧线下来，它一定是有一个最高点的，然后前后两端顺带性的往下去画弧线，但是不可能是什么样的平着然后再下来的，对不对？绝对不能做成这个样子啊。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上去，然后再平着走，再下来，那不叫做高点，也不叫做弧度，只是一条平的线，所以一定是这种倾向于一个有 C 弧的。铺胶啊，形状感觉好了，一个是短指甲，一个是延长甲，那是从侧面来看。那从俯视图来看，有一个小标准，就4个字儿：4薄以后。什么意思呢？因为之前课程可能没有讲过啊，大家来看这个本甲也好，延长甲也好，上下左右，这是相对我们的指甲上下左右，对吧？然后这个画叉的是中间啊，也就是说4薄是哪4薄呢？上下左右都要薄。侧面的弧度大家知道了，对不对？中间的高点在甲床1/2处，那从指尖去看，我画一个指尖，来看，从指尖看的话，它的弧度也要是有点歪啊，能看出来，就这样看，就这样去看的。从指尖去看，这里也有一个 C 弧，大家不要只记得去看侧面，也要把指尖的位置看一下啊，来，那4薄以后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上下
左右要薄。上下左右4个面要薄，4个位置要薄。从侧面看，你看是不是？看绿色的，相对于我们铺的这层建构胶，中间是不是胶最厚的？那前后缘它是不是都是这种弧度上去，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薄的？那么上下2个位置的薄就体现在这儿。那再从指尖去看，指尖看左右，不就是从这里的左右吗？对不对？左右。那从这里去看的话，你看高点是不是还在这里？最宽最厚的地方是不是还在这儿？因为我们从指尖也要需要一个这种弧度，有弧度的地方啊，不能说做到这种有高有低，不行。从中间也是最高点1/2处，高点也在1/2处，但是两侧这就相当于左右，这个指的是上下啊，上下。对吧？那4薄以后就体现在这儿，所以大家铺胶的时候一定注意好，侧面检查完了，从指尖也要看，如果哪边胶咱倒置的时候就往哪边去留啊，往哪边去留。倒置这个词儿，到时候咱实操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啊。那一后指的是哪儿呢？这就不用说了，这么一说大家应该都懂了，指的就是中间附近，因为有1/3的，也有这个1/2的啊，还有这个我们指甲长短不一的，有长有短的，所以只能画在中间附近啊，中间附近，也就是说上下左右都是要薄，中间胶一定要厚一点。当你两面上胶适当多了那么一丢丢的时候，可以往中间去挖了，让中间的胶铺起来，好吧？中间胶千万不能太过于扁平啊，太过于扁平也是不行的。好吧，这是我们在指甲上在铺胶的时候一个定位要点，那我们这个铺胶的厚度，就是我应该到底铺多厚？因为你像我这大拇指吧，啊，大拇指是不是比较扁平？就看这个肉，看这个地方的肉了吧？这个肉就算再怎么，它也是比我的本甲要高一点的。所以说我们做垫构的时候，注意从后缘来画一个啊，画一个，差点遗漏这个知识点。咱做建构的时候，我先画上本甲啊，假设说这是本甲，好吧，有一个很扁平的指甲能看出来啊，侧面的一个。然后我们去找它这个厚度的时候，我到底铺胶应该铺这么厚，我应该铺成这样的，你看是不是太厚了？还是说就铺成这么一丢丢的这种，这么一丢丢又没有弧度高点，所以它是有一个中间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指尖前缘到后缘这条连接的一条直线，这条直线跟手指侧面看过来的这条直线是平行的，首先要保证稍微平行一点点。平行的状态下，我们在中间去进行铺胶。高点呢，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最好跟这个后缘这块肉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你比如说有的人，你像我这个食指指尖有点上翘，对吧？有点上翘，但是如果说我铺的特别高，是不是也不好看，对吧？所以说不要一味的去铺厚啊，适当高出去一点点，跟你后缘这个高度的位置差不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评判标准。你要非得说铺的很厚，或者说很怎么样的，那大家自行再去调节，根据每个人手的情况去做。所以说唯一简单的一个参照点就是看这儿。但是按照我们做好的那个来说，我们做好的这个建构来说，高点找好了，从中间1分为2，那么这个1分为2，它到下面的地方到上面的地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你的甲面到指尖甲沟侧面这个位置，从侧面去检查，这个位置到这儿有多宽，大概在它的1半附近，大概就铺这么厚，再高上去这么一丢丢啊，但是不能铺太厚，千万不要铺太厚。所以说这种看它的厚度是没有一定标准的，每个人手就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手，所以说它就有100种、上千种、上万种的一个厚度，就是大家自行调节就好了。大指甲就多取胶，小指甲就少取胶。好吧，就是高点的位置。那这里再接着给大家说一下啊，针对于这些扁平甲或者是上翘甲呀、下沟甲呀，要怎么去铺胶？先说扁平甲，比较常见，就按照咱们的正常操作标准来，高点找好1/2，前后上下左右是薄的，中间是厚的，给它铺上去啊，稍微可能有点刺儿，你们理解。那凹凸不平的就更好说了，可能我画的略微夸张，底雕之后操作啊，先把这里简单上面是不是通过底雕会稍微搞平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再通过做建构，我们把它的弧度给它做起来，啊，这是这个凹凸不平。那上翘甲的话，指的是哪儿？你看从后缘到指尖的位置，连接过去，那说明前面是缺胶的，后面这个位置有点翘起的，对不对？但如果它的指甲很长，能剪多少剪多少都不要了，因为已经有问题了，留着也没有用，所以说能剪多少剪多少。剪完之后，前端至少保留1毫米左右就好啊，保留1毫米，别剪得太靠肉。好了，那着重在哪儿呢？着重就在于我们能怎么把前面的胶给它铺上去，到后缘的时候就不再说是怎么样前后对称，而是前面要比后面要厚一点。因为要找平嘛，就跟跷跷板一样，既然这边多了或者天秤称重的那个东西，
那边多了咱就往这边加点，那边少了咱就往那边来点，是不是？然后所以说后缘要薄，前缘要少一点，但是最终做完它的高点位置依然是在1/2处啊。针对短甲的下钩甲是一个意思，下钩甲一个意思，下钩甲指的是整个指甲是往下钩的，我们能剪的先把前端给剪掉，剪完之后，因为是后缘凸起，一般下钩甲来说都是后缘本甲就比较凸，到指尖是往下钩的，是这种，是往这种啊。那所以说铺胶的时候就跟跷跷板一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后缘这个位置给它填上去，把这个位置给它填上去，整个指甲这不就找平了吗？对不对？这不就找平了？所以说，在这个这样一画，大家应该能够简单理解啊，简单理解。还有一些塑形的这个要点，比如说这个拿镊子啊，我们掏好雕去给它往中间去加，这个我的实操里面再给大家去详细解说啊，再详细解说。理论要点大家先做简单的学习理解，是必须要学会的这一课，好不好？好了，结尾语。